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早上我打开我自己 YouTube 频道的时候呢，发现我已经有83个粉丝了。粉丝呢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词，它其实是从英文 fans 音译过来的。那我觉得我大概是一个超级容易满足的人，别人有1000多个、1万多个，甚至于几百万个粉丝，但是我只有83个，我已经超级满足了。那我一直在想，我要不要用 Google Ads 去推广一下我的频道，然后在上个礼拜呢，我搞了一个晚上，然后花了0.32加币，做一个推广，但是呢，后来我又放弃了。也许我这个人的性格呢是比较佛系的。那什么叫佛系呢？佛系是另外一个网络用语，意思就是说，对一切都无所谓，看淡一切，然后无欲无求这样一个意思。那我在这里说，我比较佛系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不是有很多粉丝，是不是成功，是不是可以赚钱，对我来说都无所谓，我只是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已。刚说完自己很佛系，然后我就要开始不佛系了，因为现在呢，我要做一下广告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呢，我想介绍一下我的频道。我的频道呢是一个学习中文的频道，但是我的目标群呢是针对那些已经有一定中文水平的人，也就是说中文水平已经达到中级或者是中级以上的。这样的一些学习者。那每个星期呢，我都会选一个话题，然后跟你们就是像聊天一样的，就是交流一下看法之类的。那如果你想练习你的听力，或者学习一些有用的词汇，或者是想了解中国的一些热门事件，等等，你都可以在我的视频里面找到你想要的。那有的时候呢，我也会分享一些我感兴趣的心理学方面的话题，所以赶紧订阅我的频道吧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中国的普通人，他叫顾少强。顾少强这个名字呢，听起来比较男性化，但是呢，我想说的这个主人公呢，其实是一位女性。她是一名应该说在6年前，她是一名河南实验中学的非常普通的心理学老师。然后呢，他在6年前他辞职了，因为他的一封辞职信让他一下子红了。什么是红了？红了就是说，就是变得有名的意思。你可以说，这个歌手在中国非常红，那意思就是说他在中国非常有名，非常 popular 这样的意思。为什么他的辞职信让他突然红了呢？其实他的辞职信只有10个字，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写的。他说：“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”就是这样10个字，他的辞职信呢被誉为史上最有情怀的辞职信。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呢，顾少强根本没有想到，他这样的一句话，在他辞职后的几年里，会被不计其数的人在网上转发和评论，甚至呢，他的这句话被当成了学校的命题作文。那在他之前，几乎是没有人因为辞职而成名的。那我个人觉得呢，可能是他的这句话，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，而且呢，他也做了很多人想做而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情。在6年前，也就是2015年，一个非常普通的一天，顾少强呢，在上心理课，然后当时呢，他是让班级里初一的学生，写一封信给未来2年的自己，就是2年以后的自己。那当时学生们就在教室里写信，然后顾少强一个人在讲台上，他的思绪呢也就开始游离了。
他就在想自己，就是如果继续当老师的话，不要说是2年以后，甚至于二十年以后，可能他的人生都是一样的。那所以就在那一刻，他决定辞职了。他的辞职信爆红以后呢，全中国的网友都在关注他看世界的进程。但是呢，顾少强自己对他今后的人生并没有太大的规划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规划这个没有意义。所以当时呢，他就拎着行李箱告别了家人，第一站去了成都。当时在成都机场接他的一个男人呢，叫渔夫，非常有意思。这个渔夫在几个月后成为了顾少强的丈夫。当时顾少强在成都只待了3天，然后呢，他又去了重庆。在此期间呢，有不少人向顾少强伸出了橄榄枝。什么叫伸出橄榄枝？你们知道橄榄枝都有代表和平的一种象征。那么如果比如说我说中国向某个国家伸出了橄榄枝，那也就是说中国向那个国家表达了和平或者共同发展的愿望。如果说某个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枝，那就是说那个公司有意想要招聘他，想要让他为这个公司工作，想要让他成为这个公司的职员，这样的意思。比如说有一家网游公司呢，想出100万让他代言。还有一群人呢，想要无偿资助他，去环游世界。甚至呢，还有一家旅游电视台想要请他当外景主持人。但是呢，这一些顾少强都拒绝了。他不想给网游公司打广告，因为在他当心理老师的那段时间呢，他发现有非常多的孩子因为网瘾造成了成绩下降。那他拒绝了别人的赞助，也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看这个世界，而不需要别人的帮助。他拒绝了外景主持人这个工作呢，其实他是犹豫了非常久。那为什么他拒绝呢？是因为当时那个节目请他当外景主持人，也没有面试，所以呢，他就觉得如果他根本连话都讲不清楚，或者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当外景主持人，他们也不在乎吗？那么这一份 offer 到底是因为他的能力才给他的，还是因为他当时非常红而给他的呢？所以呢，他也拒绝了，非常有个性，对不对？后来呢，顾少强又回到了成都，他决定跟渔夫一起到云南旅行，开始一场没有计划的旅行。但是呢，就在他离开成都之前，他们进行了一场短途的旅行，就是在这一场短途旅行当中，他改变了他们的计划。因为当他们偶尔路过青城山下的街子古镇的时候呢，渔夫就问他，你喜欢这儿吗？然后顾少强就点点头。街子古镇呢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古镇，然后民风非常的淳朴，而且生活节奏非常非常慢，所以呢，他们2个人就决定在那个古镇开一家民宿。我现在想想，我2年前辞职一个人来到加拿大，可能也抱着这个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的情怀吧。就是当你离开自己稳定的生活圈，然后走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，一切从零开始，其实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但是当你真的走出这一步，对于我来讲，我真的是发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世界。
所以呢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是不后悔我自己当初做的决定。好了，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记得给我点赞和留言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